常走，可以把我的速写本还给我吗？可以是可以，可你的本子不在这儿。那在哪？我可以自己去拿的。我家里。你家？不是，那怎么办？这样的，你给我留个地址，到时候快递你。哦。No。你记得一定要赶快把这个邮寄给我，我这个本子对我真的很重要。看我的时间安排。还有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明轩，你要不要确定一下办公室里有没有少东西啊？我说你们公司的人还真的都挺奇怪的呀。这办公室少的东西还挺多的，比如人情味儿。你说什么？人情味。雪良，她还是个小女孩，不懂事儿，别跟她计较。让一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问你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速写本呢？你邮寄给我了吗？还没有。可是你那天明明答应给我的。我是有答应你，但是我答应你，到底要哪一天给你呢？你在跟我玩文字游戏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能这样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凭什么？哎，别，问你问。你在评价仙鹤图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把一部分的抽砂工艺换成了欧根砂面料？因为用欧根砂的话，可以提升整件衣服的仙气；抽砂减少的话，整体感觉会更好一点。不错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评价的？你偷听我讲话。我呢，虽然是一个很低调的商人，但是不至于让你把“偷”这个词跟我联想到一起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有诚信的人，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的。但是为什么没有给你快递呢？那是因为你给我的电话号码里边少了一位。啊？看一下。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对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喂。啊。我这个猪脑子，哎，他怎么知道我是怎么评价的呢？哎，轩哥，有人在凯曼见到露珠了，他还见了方小雨，说要去参加模特实习生的比赛。去凯曼。好。露珠啊，你说你回上海了，你也不回家，这要是让姑姑知道了，我说都说不清楚。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呀？
怎么，你怕我姑妈误会啊？放心吧，她知道我的，我对男孩的标准没有这么低。呵。哎，唐总，表哥，跟我回家。我还要跟笑宇哥吃饭呢。想带你妹妹回家呀？我妹妹失踪3年，下落不明，我还想带她回家呢。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来？我不想跟你废话了，出来。跟你哥回去吧，回头我再约你。那你给我打电话。姑妈，哎，猪猪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你真的回来了？你哥打电话说你回来，我还不信呢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妈，你们先聊。来，坐。被你表哥骂了吧？哎呀，他要是真骂我，倒还没什么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他从接到我到回家这一路上连句话都没说，太可怕了。你胆子也越来越大了，不打招呼就跑回来，而且还不回家。我就是怕他骂我，才不敢回家的。一会儿给你姑父打个电话，让他早点回来。哎，想吃什么？大闸蟹。我妈。哎，你慢点吃啊，都是你的，谁都别抢啊。猪猪啊，现在也不是假期，怎么就突然回来了呢？说话呀，你姑父问你话呢。到底怎么了？人大小姐擅自休学了。休学了？你怎么会休学呢？我想去凯曼当模特练习生，我已经通过了。你真的要去凯曼？那要把书好好念完呢。我不喜欢这个专业，工商管理我真的一点儿不喜欢，我就想当模特。当模特有什么好的？你要好好读书，完成学业，将来到公司帮你姑父表哥打理公司，这才有前途。的确是，当初我跟你表哥替你选这个专业的时候也这么想过，就是等你学成之后，请公司来帮帮忙。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专业，我也不想管理公司，我就想当模特。这真是胡闹啊你！要是工商管理会说话的话，他也不喜欢你。我怎么就胡闹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当模特呀？我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呀？你不要自己跟方笑鱼过不去，就连累到我的未来好吗？我已经是个大人了，我有权利为自己的人生做主。好了，别一见面就吵架。猪猪啊，其实你想当模特儿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啊。你表哥在这认识很多人，他其实可以跟那些老师打个招呼。你放假的时候顺便过来玩一玩，用不着休学的。玩？我真不是过来玩的，我就想当模特，我想当职业模特，当世界超模。而且你当世界超模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如果童装世界超模的话，我第一个推荐你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就不能有自己的梦想吗？是，你就只顾着自己的好，从小到大你就为我安排好了一切。但是你们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吗？我喜欢什么吗？你们从来没有人在乎过我的感受。我走，行了吧？猪猪，我自己做主，不要你们管。露珠，猪猪，这孩子。哎呀，过去看看吧，这孩子。这在干嘛？妈。爸，想什么呢？猪猪现在怎么样？嗨，他就一个小孩闹脾气，明天就没什么事儿了。啊，这个凯曼也算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模特经纪公司。如果露珠她真的是喜欢，我看不是不可以让她去做练习生。只是这个方笑鱼，嗨，方小雨不管他再怎么恨我，我觉得他也不至于格局这么小。
你说这个陆珠啊，依他的性格，咱们要是不让他去的话，那他不得离家出走啊？是。好了，咱们先不说这个啊。有件事情我是想说一下。收购 SLC， 我是想把它并入宋唐，让宋唐看起来不至于太单薄。爸，我说句话，可能您不爱听啊。你说，现在咱们整个的公司里边，宋唐，它确实是一个销售业绩最差的子品牌。什么意思？你也支持裁撤宋唐，做成衣加工。到现在，我们有了明远集团。可以说，我这一生都是在服装行业里面摸爬滚打。我最想做大的企业，其实就是宋唐。它的记忆，它的东方元素，它的精神，是值得我们这个行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。啊，只是可惜啊，我没做好。爸，我知道您对宋唐倾注了太多心血和付出了，但这是时代的问题啊，不能怪你啊。不要推卸责任。我们就是引领消费品味的人。宋唐，它是东方元素，代表了什么？是民族元素，它就是国际的和永恒的。所以这个品牌值得我们把它推广到全世界去。假设明远有一天没有了宋唐，那明远精神世界在哪里？明远剩下的能是什么？在我看来，它就是一个空壳。大概就是这样吧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客人是一会儿就过来试衣服吗？莫非，你先回去吧，客户这边我来沟通，有问题我再通知你。因为我必须要看到客户穿在身上，我才好改得更合适一点。潘老师，我的晚礼。所以客户是白小曼。潘老师，你怎么能找这种水平的人来做我的衣服呢？你要参加慈善晚宴，莫非想出一套好作品？我说你们俩为什么就不能借这次机会，放下对彼此的成见不好吗？所以这件衣服是要参加慈善夜的时候穿。没错，我男朋友要带我参加今年的时尚慈善宴呢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早知道是你的活儿的话，我根本就不会接。你还拿劲儿了，我还不想穿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都少说几句吧。在学校还没吵够，你们没吵够，我都听够了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哪里还需要修改吗？都少说几句。来看看你设计的好衣服。喂，我说你这领子这么高，你是准备把它缝成口罩还是头套啊？你是要做修女装吗？我说性感不是一定要露肉的，而且模特只是展示衣服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如果你连这点做不到，当什么模特？可问题是，我也没看出来你这件衣服的审美设计在哪儿。你爱穿不穿，不穿拉倒。潘老师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别走！你不是设计师吗？你不得帮我换换衣服什么的？试试你的好作品。在学校的时候就眼睛长头顶上，现在还不是要来伺候我换衣服？
要帮忙吗？你要是态度对我好点儿，哎，说不定我给你介绍几个客人什么的。我就算是饿死，也不会接受你的施舍。让一下。画的还挺像啊。点个餐吧，有点饿。姐，回来啦？我通过了。通过什么呀？开曼啊，模特啊。哦，恭喜你啊！哎，我在点外卖，你要不要吃什么？我点炸鸡。我刚考上模特，你就让我吃炸鸡，这不砸我饭碗吗？不吃。吃拉倒。哎，要不给你点一个牛肉沙拉？这还可以。哎，姐，你别看了，快看看我，为什么不一样？什么不一样啊？现在站在你前面的莫凡，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运动员了，而是一颗冉冉升起的能魔之星哦。你能不能好好看我一眼？我考上你都不高兴吗？不高兴，是妈啦。你不会要出卖我吧？你这个叛徒！我说你别没大没小的，你对我好一点，小心我哪一天一不小心这嘴就吐露出去。你敢？我今天就跟你决斗！好，来试试。臭小子，你还给你哎，姐，你手机响了。你再动。喂。我到了。哦，我马上下来。好，拜拜。这太快了吧！快去，今天轮到你。等着我回来收拾你啊，小样。尼斯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那么凶呢？对不起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这个画像画的是谁啊？布兰德·皮特。哎呦妈呀！你看这短发，这鼻子。对不起，麻烦您让一下。让不让？你看。
没有满意的？潘老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今年学生的整体水平可能真的不够格进我们凯曼做实习生了。没关系，每年的学生素质有高有低，今年没有就看明年吧。只是今天让你白跑一趟了。都是老朋友了，干嘛还这么客气呢？那我先走了。潘老师啊，这个是你学生画的吗？是我学生画的，但不是毕业作品。在我看来，这个作品要比其他那些学生的要好很多。哦，难得我这有作品能够入得你的眼。不过这个学生确实不错，算是我教过最好的了。诸位，我不同意裁撤宋唐。老唐，这些数据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啊，老夏，宋唐是我们打江山的品牌，是一个起点和基础。如果说没有当年的宋唐，我们今天就不会有明远时尚集团。我恰恰认为，你要再这么抱着宋唐，最后没有的是我们明远。老唐啊，我知道中国风国际化很重要，但是活力对我们股东来说更重要。如果说我有办法让宋唐摆脱当下的困境，收获更大的利益，那你们会怎么办？米娟，接着说。这些天啊，我对宋唐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分析。如果说我们打破传统的中国服饰的一个固有的思想，我们从服装的面料到技艺传统，整体的去着手改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宋唐形象，把宋唐的定位提升到轻奢的定位档次，同时达成口碑和利益的双赢。你打算怎么实现你这个梦？总共有3个步骤。第一呢，我们是要跟美日时尚进行一次深度合作。我将以宋唐作为明远时尚和美日时尚合作的第1款系列。第二，我坚持继续收购 SLC。还有第3点，咱明远时尚将会推出一档综艺选秀节目，叫做《时尚中国风》。那通过这个节目呢，我们可以从电视还有整个的网络平台去进行宣传营销，同时我们将选出这些年轻的选手，有才华有热情的进入宋唐，对我们的宋唐进行改头换面。明轩，有把握吗？爸，你是有什么担心吗？我现在年纪大了，要是放在10年之前，我一定会支持你，而且我会和你一起搏一把。你现在清楚一点，你做的所有决定，关系到你在明远的未来和命运。我记得您上次跟我聊的非常有道理。您、我、宋唐还有明远，我们是不可分割的命运。如果说今天明远没有了宋唐，那还是明远吧。所以我愿意赌一下。你刚才在会议上提到的 SLC， 收购价格固然是一个分歧点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彼此理念的不同。比如说，他们认为我们的服装加工工艺达不到他们的要求。
美日时尚的吴总他也提到了这一点，他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服装让更多年轻人接受和喜欢？我们的工艺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那对于这个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？我知道四周现在有一个老的绣坊，李氏绣坊，他们的工艺已经传承了几百年。如果想想啊，咱们的宋唐，加上李氏绣坊的工艺，是不是还挺有趣？你说的是老手工艺的，因为一些历史的成因，他们现在大多是以家族式在经营的，所以他们对品牌、市场还有布局没什么概念。我只需要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好了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是人情。生意就是生意，谈什么人情啊？你看，就是年轻气盛。莫非我说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什么？我不是都说了吗？这个领子要凸显我锁骨的性感，锁骨。你看你这个领子，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的，什么嘛？我说你懂不懂设计啊？这领子再低，露的就不是锁骨，露的是你的胸骨了。为了修饰你前面曲线，我已经绞尽脑汁了。再怎么说你也是专业的，懂不懂藏拙呀？藏什么拙？哎，你这个人什么态度呀？你什么态度？自己不会种菜，就跑到别的菜园子里面来指手画脚？因为我是你的顾客，所以就把自己当上帝啊？哼！打扰一下二位。方总监，不好意思，这件衣服是你做的吗？嗯。我是凯曼的设计总监，方笑宇。你就是方笑宇啊！16岁就拿了法国青年设计奖的天才设计师。这件衣服做的不错，前2天还跟潘老师一起夸这件衣服呢。这衣服还是要穿在人身上的。这有些设计师吧，就太有自己的想法了，根本就不考虑我们顾客的需求。是啊，顾客的需求是挺重要的。嗯。毕竟人家花了钱嘛，觉得就有权利不尊重设计师的审美和眼光。你的原图我见过，你想要的不是这个效果，但是也没有影响你的发挥，不是吗？谢方总监。有时间喝个咖啡吗？可是我这边还没弄完呢。还要弄什么吗？白小姐该不会让她帮你换衣服吧？当然不会，当然不会。嗯，那我们去隔壁。好啊，走。你跟白小曼关系不好呀？嗯，没有好与不好，就只是认识而已。方老师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嗯。就是刚刚领子的设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刚才不是挺自信的吗？其实很多人都对那个领子的设计有不一样的想法。认同来自于理解，这跟心领神会有关系。如果是我来处理的话，也会用相同的办法。看吧，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啊！每次都因为这个领子要跟别人解释很久。其实干我们这行挺孤独的，如果能遇到一个人跟自己的理念相同，就会觉得是神的恩赐。就像咱们俩能在这里喝咖啡，是不是奇迹？今天聊得挺愉快的。对了，穆小姐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随时跟我联系。谢谢方总监。那我走了。注意安全，拜拜。拜拜。莫非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又抢了我看上的男人。我又抢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少在这装白莲花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上大学的时候，你害我被开除，在我喜欢的学长面前，你出尽了风头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你害我在方小鱼面前很难堪。
我还没说完呢。你是不是以为我很好欺负？你以为我不敢怎么样你是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坏我好事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跟你说话呢。李师傅那边怎么样了？我们派过去的专员都被打发回来了。哎，你说，会不会是对家那边有什么小动作啊？咱们先不用想那么多，先把自己做好。明轩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既然那边绣坊始终没有意愿跟我们合作，我们明远何必要放低身段去求人呢？你不是给我看了那么多吗？但是在苏绣方面啊，李师傅的品类是最多的，也是最全的。要不你先好好忙你的时尚中国风的事儿，我亲自跑一趟。你亲自去？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哇，姐，这都你收的？不是我说你怎么又带东西回来？你说我往哪儿放呀？姐，我今天可是捡到钱了，特地给你买这些好吃的。真的吗？在哪儿捡到的？在你床上。哎，这不是你要拿去法国申请学校那件衣服吗？现在不是了。为什么？这不挺好看的吗？什么情况？啊，你看袖子这里都不对。袖子很好看啊。敷衍。你非要让我一个外行看这个，我哪懂啊？你干嘛去？对了，明天我要出门，把家我也吃好了，记得喂鱼哦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该不会是系统提示吧？你是活的呀？你问直播吗？我明天要去苏州，估计不上线了。哦，我要去绣坊学习苏绣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该不会……不是，怎么就下线了呢？英光，哎，
问路。啊？你去问一下他，绣坊怎么走了？哎，她不是那个顽强不屈的女同志吗？哎，莫小姐，莫小姐，是你啊？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那个，您知道苏绣坊怎么走吗？怎么了吗？就是我们老板嘛，去苏绣坊谈生意，然后我这导航吧，他找不到路了。啊？那我帮你找。哎，多谢多谢。我们老板这人吧，就特别难相处，你知道吗？咱们两个都是被老板压榨的人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你能不能带我去趟苏绣坊？夏总监，那个我们唐总他今天有点事儿，然后就是行程突然改了。我跟您秘书说了呀，他没告诉您吗？他有什么事儿啊？行程取消了，怎么不告诉我？不好意思啊，夏总监。那你让他接个电话吧。我们唐总他现在不是很方便接电话。好吧，那你跟他说，空了给我打个电话。哎，好嘞。唐总，感谢您为了绣坊的事情远道而来，但是非常抱歉。其实电话里面我跟夏总监已经说过了，李氏绣坊从来都没有被收购的打算。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吗？不，您开出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。据我所知啊，同时还有几家公司想收购绣坊。但是我相信您能看得出来，我们明远是最具有实力的，走高端路线，对绣坊的未来也是有好处的。您说的没错，唐总，请喝茶。李师傅，其实我对绣坊的经济状况还挺了解的。绣坊现在确实有些问题，但是比起把绣坊推向商业化运作，这些问题还不足以伤筋动骨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可是据我所知，绣坊应该在半年之内没有任何的收入了，而且在半年之内已经走了5位绣娘。李师傅，您可千万别因为自己的自私而断送了绣坊的未来。您怎么就能肯定跟明远合作就一定有前途呢？我当然很确定，只要绣坊同意跟我们合作，我们可以在短期内向绣坊注入大量的资金，而且为了配合我们的全球战略计划，我们可以对绣坊进行宣传推广，可以提升绣坊在海内外的知名度。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品牌效应，可以让更多人加入进来，甚至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可以一起合伙开办一个学校。唐总，我真的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您就先请回吧。我觉得我们之间也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。不管合作是否谈成，都要谢谢你。
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你已经雪花后的那片鹅黄，你是别。你是晚你再是那一低头的温柔。我说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找我秘书呢，这人怎么找不到了？秘书都丢了。哎呦，我说这苏绣坊这么小的地方，这俩人还能走丢了，是不是该给你配个导航啊？你是在挖苦我吗？我在说实话了。你是这儿的绣娘？哦，你就是来收购绣坊的这个大奸商，对吧？谁和你说的？不然呢？哎呀，开玩笑的啦。哎，我在这儿也待了很久，特别了解这儿，而且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非常好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。只是这酒香呀，也怕巷子深，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，给自己的儿子加个鸡腿吧。既然你对这儿这么了解啊，那就带我参观一下。为了绣娘的儿子有鸡腿吃，行吧。
你咋还打人呢？笑什么笑？带路啊！请。怎么，师傅没有同意收购？您这小绣法消息流通的还挺快啊。不是消息流通的快，是你不是第一个被赶出来的人。可是现在只有被收购了，才能够解决你们绣坊的困境。你知道师傅一共教了多少个学生吗？60多个。可是现在留在身边的只有10几个。其实呀，每年都有很多厂商找过来，口口声声说要传承苏绣的手工技艺。可是到了最后呢，都会要求师傅变成工业化。而且还有人更过分，打着师傅的名义在外面招摇撞骗，制造一些粗制乱造的东西，所以他才会没有兴趣。所以说你们也认为我是那种人？是你没有用心。我太了解我师傅这个人了，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，精通了各种不同的刺绣技法。这里的每一件作品，绣出来的都是岁月和情感。他尽心尽力的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，所以他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绣坊可以发展得更好。他不需要你们过来跟他聊合同，他需要的是真心，真心实意的懂得，真心实意的理解。这看你的样子嘛，也不笨，应该懂吧？你敢把“笨”这个字跟我联系到一起，我用不用让你看看我大脑网络神经有多么的清晰和活跃啊？啊？你还进去看不看？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们的小菲菲。本来是不想上线的，可是绣坊的事儿结束早，就上线看一看。还蛮顺利的，也不是啦，就是今天绣坊出了一些事情，让我蛮有感触的。我在想呀，苏绣能一直发展到现在，靠的就是2000年不断的传承，从辉煌到落寞。可是到了现在，我们这一代人又能为苏绣做些什么呢？很多人呀，打着创新的幌子，在破坏传统文化。他们觉得苏绣土，说要搞什么中西结合，到最后土不土、洋不洋的。我想有用吗？我只是个小萌新的设计师，说白了，我就是一裁缝，就算有想法，也落不到实际啊。哎，不过我说
你怎么一直在线呀？该不会是一直等我吧？哎，我说你的语气呀，好像今天……你敢把“笨”这个字跟我联系到一起？没谁，一个不怎么被我待见的人。不是，怎么就再见了呢？你生什么气呀？又没说你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呀？今晚的直播结束了，晚安。我说你至于吗？我又没说你，哎呦，切，还再见呢，再见。今天是凯曼模特练习生的选拔赛，我们呢将会从你们当中挑选出合格的人选，来这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专业训练。公司每1个月会进行一次综合测评，平均分数不及格的人将会自动退出。当然，公司选拔人才不会限定于人数，你们要是都好，那就都留下。要是没有1个人及格，那就都走。我叫 Linda， 未来3个月我会担任你们的训练老师。我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点，勤学苦练。你们当中要是有人觉得自己吃不了苦，或者只看到模特的表面风光，门在这边，现在就可以走了。那好，20分钟之后，我们进行第1次选拔，我将会把你们分成 A、B、C 3个组。进入 A 组，将有机会成为公司模特的替补人选，参加一些公司安排的小型秀场。好，没什么问题了，大家就去准备吧。海选就这么严格，后面估计会更加困难重重。我都想退赛了。哎，陆竹，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啊？我在国外走过几个秀，感觉没什么难的。哦。嗨。变态。谁是变态了？你在看什么？现在看这个已经没用了，只会让你更紧张的。我还行，不紧张。还说你不紧张？你看你袜子都穿错了。我这个莫非怎么说袜子都跟我说？没事儿，好歹我也是有秀场经验的人，跟在我后面走，看看我的台风，我会在台下为你加油的，加油哦！哎呀，我问你关于宋唐的事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跟你说，你要耐心一点，马上就到了，好好欣赏一下，多么美呀！我很忙啊。那你现在可以走啊，可以下船。阿姨，哎，囡囡啊，今朝阿姨忘记啥么子啊？可以看一下您这个吗？哎，靠这个，靠这个。摸一下，什么感受？摸一下。
手汗。除了手汗呢？热的。那你觉得这和宋唐摸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他们之间差的就是温度。这绣品啊，就跟人的一生一样，这一针一线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，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。所以，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，想要了解宋唐的话，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。所以，明白我说的温度了吗？阿姨，谢谢你。绣的真好看。谢谢。怎么，是不是看我陪了你一整天，想买个玩偶送给我呀？这小狐狸挺可爱的。我说你拿个小王子，该不会是有什么王子病吧？我是买过来送你的。就你这样，除了玩偶以外，也遇不到什么王子。老板，多少钱啊？50块，现金还是？微信吧。哎，好嘞。谢谢啊。走了。谢谢阿姨。哎，再问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摸一下。轩哥，是收购上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那时候一个女孩之前，她总是对你爱答不理，突然之间呢，跟你发生了身体接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啥身体接触？哎呦，轩哥，那你这得小心。为什么要小心？轩哥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招非常厉害，这叫欲擒故纵，是一高手啊！欲擒故纵。哎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不用看出来啊，这是现在很多女孩的一种套路。哎，轩哥，您就是经验不足。我跟您说，等您以后遇到的多了，您自然就……不是我的意思就是，那个女孩她应该挺喜欢您的。喜欢我？他尽心尽力的想要将苏绣传承下去，所以他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绣坊可以发展得更好。这绣品啊，就跟人的一生一样，这一针一线都是带有温度和感情的，而这个是机器永远没有办法做到的。如果你想打动我师傅，想要了解宋唐的话，那就要带着一颗有温度的针线去感受，而且这里的绣娘也要养家糊口，给自己的儿子加个鸡腿吧。你说什么？亚历山大要来上海参加慈善晚宴？那么激动干嘛呀？别人说的我不敢相信，可这个消息我可是在潘素老师的工作室听方小鱼讲的，这总没有假了吧？真的吗？太好了呀！你又进不去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那可是凯曼时尚的慈善夜啊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才去的。说谁没头没脸的？这啥呀长的？人家的头和脸是能刷的，就你这张脸能刷得进去吗？那刷不进去也得刷，刷得进去也得刷。总之我会想办法，我就是要进去。行，
你要是能进去的话，那我就什么？就请你吃饭，没问题。不过你说我这来的给你带来这么一个好消息，你说你是不是得提前大鱼大肉伺候着？哎呀，上道了！喂，这里人好多，管得好严啊，都有保安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进去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要进去见我最喜欢的设计师。行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哦，喂，刘爽，方总监的电话你有吗？哦，好吧，那我再问问别人吧。哎，方总监，来参加慈善会。如果有邀请函的话，那应该是。没有邀请函。你有吗？撕一半给你。那还能用吗？开玩笑的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谢谢。哦，好吧，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别人啊？方总监，方总监，邀请函。哎呀，我是跟方总监一起来的，刚才打电话的。不是，没有邀请函不能进。方总监，哎，方总监，方总监，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哎，你干什么你？没事。小姐，没关系吧？没事。对你还来动粗，小姐我投诉你！师傅，你怎么还没有进场？快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哇，我居然拿到了亚历山大冠名，今年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哎，我也是知名设计师，你怎么不想跟我要钱呢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找一下。找找啊！开玩笑的，这么认真。方总监，你对我的大恩大德如滔滔江水一般，我真是无以回报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要真想谢我呀，请我喝咖啡去。哦，现在有点晚了，我改天请你吃大餐。也行，我车就在前边，我送你回去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坐地铁很方便的。那我走了，你注意安全，拜拜。谢谢你哦，拜拜。你好，方先生。谢谢。有事吗？方总监，您说带我参加慈善晚宴的，我一直在找你。答应过你吗？你上次亲口说的。你看，我为了参加晚宴还专门定制了这套衣服。本来我是能进去的，我不知道莫非怎么就突然出现，就把我的位置抢了。怎么又是那个女的呀？她怎么老跟你过不去啊？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啊。要不是他，我2年能被学校开除吗？要不是他，我今天能这么丢人吗？要不是他，方总监对我，他就是嫉妒，就是见不得我比他好。行了，咱别哭了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你说他长得也没有我好看，身材也没有我好，怎么就……哎，你这说的对，啊，他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，你跟他计较什么呀？是不是？来吧，咱吃口面食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来，我今天特意去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你看看啊。嗯。
包治百病。赶紧看看，快点。怎么了？假的！方总监对我说的话是假的，连你送我的包也是假的。不是曼曼，这怎么能是假的呢？以前我就不说了，这个真的是真的，我存了2个月呢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我就只配用假包是吗？不是曼曼，你好好看看。我不想看，我受够了。曼曼，上一次怪我，没有对咱们绣坊的情况了解的更深入一点，所以回去了以后啊，我又重新草拟了一份企划案，希望您可以看一下。唐总，我没有想到您这么执着。我们看重的不仅仅是李氏绣坊的非遗技艺，我们更加关心的是绣坊的传承和未来。我相信您看了这份企划案之后啊，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诚意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你这几天没见，礼貌方面进步了不少啊。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来拿着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自己可以拿。别人在帮你的时候啊，你只要说谢谢，这样就够了。可我明明可以自己拿，我不需要你拿，我干嘛要跟你说谢谢呀？我也没指望你谢。我说谢谢啊。哎，你知道我师傅是送新的企划案吗？是啊。他怎么说？他说他需要再考虑一下。哦，那就好了。前些天啊，你跟我说的那番话，对我有很大的启发，所以我现在也要很真诚的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走吧。莫非？啊？来。哦。这么多布料，你也不推个车自己抱过来，不觉得累啊？也还好，我在路上遇到了唐总，他帮我拿了一路，还送到了门口。啊。你觉得唐总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？师傅，您是想说？唐总今天拿来了新的企划案，说实话，我还真的挺动心的。他这次的建议呢，变化挺大的，甚至都考虑到了绣娘退休后的福利问题。这样啊？那师傅您怎么想？我想听你的，试着跟明远合作一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担心。哎呀，这个明远呢，毕竟是个大企业，我担心还会出现以前那样的问题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我想拜托你，刚好你在上海，你帮我去了解一下明远的诚意，顺便再把关一下合同。我？不行不行，师傅，这个责任太重大了。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觉得你现在完全有能力代替我去做判断。可是我没什么经验啊，师傅。你就像你平时那样做就好了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啊。高压150，低压88，你要好好休息了。在我这个年龄，
就是一个能力不高，血压高。开什么玩笑？您能力还不高啊？哎，你跟李师傅做的那个工坊的计划我看了，做得非常好，想的也很周到。多谢老爹表扬。哎，苏州那边去了有什么收获吗？这一行啊，我还真挺有收获的。我当时看到了一个场景，当时非常的触动。我看到绣娘们在一针一线的缝制绣片，我觉得他们那一刻，他们不是在工作的，他们是倾注了自己的感情。其实你越是认真的研究下去，你只要倾注了情感在里边，你的收获就会越大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工业革命这么发达，他们为什么还在坚持？一代一代的绣娘，他们在传承什么？恐怕不是一针一线这么简单。我说的你